在给老婆洗内裤时，发现三角处有个焦黄的印子，我好奇地凑到鼻子下闻了闻，居然有一股浓烈的烟草味。可我并不记得用烟烫过她的内裤，老婆更是从不抽烟。我捏着那条内裤僵在原地，脑海里闪过无数种可能。这时手机忽然亮起，是她发来的消息：今晚要赶项目进度，你别等我，自己先休息。小雨的工作是我安排的，在一家动漫公司做助理，原本很清闲，最近却频繁加班到深夜才回家。以前我只当是行业常态，此刻却如冷水浇头。那股难闻的烟草味，分明是有人故意留下的。我压住情绪回复他：在哪里加班？我去接你吧。不用了，公司这边乱糟糟的，结束时间也没准儿。为了打消我的种种猜想，我立即驱车直奔他的公司。大楼只有3层亮着灯，隐约传来谈笑声。我没有上楼，而是拨通了小雨的电话：我在楼下等你，夜里不安全。你怎么真的来了？我手头还有点事儿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他语气里的慌乱让我心底一沉。挂断电话后，我闪身进了消防通道，暗中观察。不久，他与一名身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并肩走出，两人在豪车前相拥，吻得缠绵。看来真的被我猜中了，他背叛了我们的家庭。我恨不得冲出去将两人暴揍一顿，却听见男人调戏的话语：你那位老实人还挺黏你的。别提他了，烦人的很。上次他打电话来，我们不是也没停吗？怎么样，刺激吧？要不再来一次？哎呀，你真是坏死了。男人侧脸转向灯光，我认出来他是小雨公司的创意总监陈安，已经结婚多年，常在行业杂志上出现。此时看着二人亲密如夫妻的模样，我只感到头脑欲裂，但理智压住了我的冲动。如果此时冲上去，不过是一场尴尬的闹剧，我必须拿到确凿证据，让他们身败名裂。我举起手机悄声拍下两人缠绵的画面，看着那辆上下摇晃的豪车，我笑了，笑容里尽是苦涩。我拼尽一切挣钱，只为给他一个安稳的家。为了攒够20万的首付，我长遍艰辛，终于买房结婚。可才过了1年，他竟背着我做出这样的事儿。盯着手机里不堪的画面，我的嘴角缓缓扬起一丝冰冷的弧度。王小雨，寻找激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我会给你一个天大的惊喜。直到凌晨2点，小雨才回到家中。他轻手轻脚地躺上床，还带有一股陌生的烟草混合香水的味道。我闭着眼，听着他均匀的呼吸，脑海中反复播放着停车场里那对身影。我没有立即摊牌，冲动是最廉价的情感，而我要的是精准的反击。第二天早晨，我照常为他准备早餐，全麦吐司配煎蛋，一杯温豆浆。昨晚加班到那么晚，今天多睡会儿吧。不了，今天总监要带我去见客户。他说着这话时，眼底闪过一丝得意。我低头切着水果，刀锋在砧板上发出规律的轻响。见客户是好事儿，说明领导器重你。送他出门后，我并未去上班，而是请了年假。打开电脑，我开始系统的收集信息。我约了在网络安全公司工作的老同学阿杰，他戴着黑框眼镜，听完我的叙述后沉默片刻。你想清楚了吗？这条路走上去就没有回头了。从我发现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回不了头了。阿杰叹了口气，推过来一份合同。合法渠道，我能帮你做3件事：一是恢复他删除的聊天记录，2是追踪陈案的公开财务信息，3是查他公司的股权结构。其他的我不能碰。足够了。1周后，小雨说要去临市参加行业会议，3天2夜。我帮他收拾行李，在行李箱夹层放了一个微型定位器，这是我从阿杰那里得到的友情帮助。老公，你对我真好。他搂着我的脖子撒娇，我却在他颈间闻到了陈案常用的那款男士香水味。我轻拍他的背，像在安抚一个即将接受审判的囚徒。路上注意安全，每天给我打电话。他走后，我打开了追踪软件，红色光点显示他入住的并非会议指定的4星级酒店，而是30公里外的一家精品度假别墅，房价每晚4800，远非他的工资所能承担。我截图保存所有定位信息，然后开始整理阿杰发来的资料。陈案的背景比我想象的更有趣。他所谓的创意总监头衔，实则是个空壳。公司真正的核心团队在另一座城市，他不过是分公司用来撑门面的花瓶。而他之所以能坐稳这个位置，全靠他的妻子苏婉。苏婉的父亲是本地建材商会会长，公司近60%的业务都来自苏家的人脉。陈案在业内风评极差，克扣下属项目奖金，虚报差旅费，甚至挪用公司备用金去炒股。最讽刺的是，这个在社交平台上大谈家庭至上的男人，2年前就与苏婉分居了。分居协议里写明，若陈案再有出轨行为，将净身出户，且需支付高额赔偿。我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证据链，忽然笑出了声。小雨以为攀上了高枝，殊不知那根本是棵即将倾倒的朽木。3天后，小雨拖着行李箱回家，脖子上多了条宝格丽项链。她主动凑过来，给我看手机里的会议照片。这次收获特别大，陈总监还引荐我认识了好几个投资人呢。是吗？那真好。我接过手机，指尖滑动时不小心点开了相册的最近删除文件夹。里面有几张他与陈案在别墅泳池边的合影，虽然已删除，但缩略图仍清晰可见。他脸色皱紧，一把抢回手机。
你看什么？怎么了？我看看你拍的专业照啊。我装作茫然，心里却记下了照片的拍摄时间，与他告诉我在开会的时间完全重合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在楼下遇到了邻居李阿姨，她女儿也在小雨的公司做财务，平日里最爱打听八卦。小张啊，你家小雨最近是不是要高升了？阿姨怎么这么说？我闺女说你们小雨和那个陈总监走得特别近，上周还单独去出差了。公司里风言风语的可不少，你得多留个心眼儿。我苦笑着摇头。小雨是为了工作，我相信她。转身离开时，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流言已经传到这个程度，看来他们连基本的掩饰都懒得做了。我约了律师朋友大刘，他在离婚诉讼领域颇有名气。听完我的讲述后，给我倒了杯茶。从法律角度，你需要完成3件事：第一，取得对方出轨的确凿证据；第二，摸清夫妻共同财产的明细；第三，了解他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和底线。证据我已经在收集。财产方面，我们刚买房1年，首付是我父母出的80万贷款，是我在还。他的工资基本自己花销，家里开支都是我负责。那更要尽快行动。如果他在此期间有大额消费或转移财产的行为，你需要及时固定证据。大刘给我列了份清单，包括银行流水、房产证复印件、聊天记录公证等17项材料。周末小雨说想回娘家吃饭，我拎着2盒上好茶叶和一套按摩仪陪她一起回去。哎呀，小张，来就来，还带这么多东西。饭桌上，小雨的母亲不断暗示现在年轻人压力大，又说谁家女儿结婚时彩礼收了66万。要我说，小雨现在收入也上来了，你们该考虑换辆好车，开你那辆旧车去见客户，多没面子。我低头扒饭，含糊应着：“是，爸说的对，等明年项目奖金下来，我们就换。”离开时，小雨的弟弟小斌凑过来，搓着手笑：“姐夫，我最近想投资个奶茶店，缺点启动资金，你看能不能借我5万，半年就还？”这事儿我得和小雨商量商量，毕竟钱都在他那儿管着呢。我笑着把皮球踢给小雨，他瞪了弟弟一眼，拉着我匆匆离开。回家的路上，小雨主动开口：“你别理小斌，他就是个无底洞。”我知道，不过小雨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。我打开车载音响，放起他最爱的那首老歌。如果我们现在有很多钱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就是觉得结婚这1年多，我让你受委屈了。他沉默良久，轻声说：“我想开个自己的工作室，做独立设计师，不用看人脸色，不用天天加班。可惜启动资金至少要50万。”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原来他早就计划好了退路，用我的钱圆他的梦。我以咨询业务的名义去了小雨公司楼下的一家律师事务所。巧的是，这家律所的服务客户里正有陈安的妻子苏婉家族的企业。通过中间人，我约到了苏婉的私人律师周律师，在一家私密性极好的茶室，我开门见山：“周律师，我想您对陈安先生近期的行为也有所耳闻。”周律师推了推眼镜，不置可否：“张先生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”我打开手机，推到他面前，屏幕上是小雨与陈安在度假别墅的照片，这是我从他云端备份中恢复的，虽然模糊，但能辨认出人脸。这些照片里的女人是我的妻子，而陈安先生似乎忘记了分居协议里的条款。周律师的表情终于松动，他仔细看了照片，又抬头打量我：“你想得到什么？”“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至于陈安，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”我们谈了1个小时，周律师收下了照片副本，并给我一个承诺：苏婉方面会配合我的时间线，在恰当的时机同时出手。我调取了小雨最近半年的银行流水，果然，从3个月前开始，他的账户每月都会收到一笔2万元的转账，备注是项目奖金。但同一时期，公司对公账户的奖金发放记录里根本没有他的名字。更可笑的是，他用这笔钱买了奢侈品包、珠宝，却还时常向我抱怨工资不够花，想换更高薪的工作。我把所有流水打印出来，在异常条目旁做了标注，然后去房产局调取了我们那套房子的产权档案。幸运的是，房子只登记在我一人名下。当初买房时，他说办手续太麻烦，你一个人签就行了。我还以为是他信任我，现在想来，他恐怕早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。那晚小雨回家，神情异常兴奋，他拉着我的手，眼睛亮晶晶的。老公，我们公司要拓展新业务，陈总监说可以让我入股，只要30万就能占5%的干股，明年分红至少能翻倍。30万？我们哪有那么多现金？可以把房子做2次抵押啊，
现在行情好，能贷出80万呢。除了入股的钱，我们还能换辆车，再把装修升级一下。他滔滔不绝地描绘着美好未来，我却听出了一身冷汗。原来他们的计划已经进展到这一步，不仅要毁掉我的婚姻，还要榨干我最后的价值。这事儿太大了，我得考虑考虑。还考虑什么呀？机会不等人。陈总监说了，这个名额就留给我3天。他的急切暴露了一切，我看着他因为激动而泛红的脸，忽然觉得无比可悲。好，明天我去银行咨询一下。他欢呼着抱着我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我僵着身体，等他去洗澡后，用力擦掉了那个吻。我找到了阿杰推荐的私家侦探老郑，他50多岁，相貌普通的像路边任何一个中年大叔。这些是目前我掌握的所有线索。张先生，你要的资料3天后给你。我给了他陈案的车牌号、常出没的地点以及小雨的基本信息。老郑接过信封时低声补充：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你放心，我会把他裤衩什么颜色都查出来。我约了小雨公司的前台小姑娘小美，她是我表妹的闺蜜，曾暗示过我多关心小雨姐。张哥，我真不想多嘴，但小雨姐她和陈总监的事，公司里几乎都知道了。小美告诉我，陈案经常以见客户为由带小雨外出，有时下午离开，第2天才出现。他们还公然在办公室调情，有次甚至在茶水间接吻，被保洁阿姨撞见。最过分的是上周，陈总监当着大家的面说要提拔小雨姐做部门副主管。可那个位置本来是刘姐的，刘姐都干了8年了。公司领导不管吗？谁敢管呀？陈总监是总部派来的，而且听说他岳父家特别厉害。我送小美离开后，在咖啡厅坐了很久。窗外的城市车水马龙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，奔赴着各自或光明或阴暗的人生。老郑给了我一个厚厚的文件袋。这个陈案真是个人才，婚内出轨的记录从5年前就开始了，光我查到的就有4个不同女性。他挪用公司资金去澳门赌博，欠了200多万的债，现在靠拆东墙补西墙，勉强维持。文件里有陈案在赌场的监控截图、高利贷借条照片，甚至还有他去医院治疗病的记录。你妻子这边，她最近在咨询离婚律师，问的都是如何分走男方婚前财产，女方出轨是否影响财产分割这类问题。老郑顿了顿，看着我：张先生，我建议你尽快行动。从聊天记录看，他们计划在下个月启动离婚程序，到时候他会以性格不合为由起诉，要求平分房产，并索取精神损失费。下个月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我付了尾款，抱着文件袋走出事务所。阳光刺眼，我却感到彻骨的寒冷。我开始整理所有证据，分门别类。第一类，小雨与陈案的出轨证据、照片、视频、开房记录。第2类，陈案的经济犯罪证据，挪用公款、赌博、高利贷。第3类，小雨计划转移财产的证据，银行流水、律师咨询记录。第4类，小雨家人试图索取财物的证据、录音、聊天记录。我将这些材料复制了3份，一份交给周律师，一份交给大刘，一份自己留存。然后我做了2件事：第一，去银行变更了所有银行卡的密码，并将大额存款转至母亲名下，这是大刘建议的合法操作，属于防止财产被恶意转移。第2，在房子的门窗隐蔽处安装了摄像头。既然他们要演戏，我就给他们搭最好的舞台。小雨再次提出回娘家，这次他弟弟小斌直接摊牌了：姐夫，我女朋友怀孕了，得赶紧买房结婚，你看能不能先借我30万，就当我预支小雨的彩礼。小雨的父母也帮腔，说一家人就该互相帮忙，30万不是小数目，我得回去看看账上还有多少。还看什么？你们的房子现在是值快400万了，抵押个几十万不是轻轻松松。我终于明白这一家人为何如此急迫，他们早就把我当成了提款机，想在真相暴露前榨取最大价值。爸，抵押贷款需要夫妻双方签字，小雨，你觉得呢？小雨瞪了我一眼，打着圆场：这事儿以后再商量。小斌，你也真是，30万哪是说拿就能拿出来的。但他的眼神告诉我，他已经不耐烦了。那晚，小雨第一次主动提起未来。老公，如果我们以后分开了，你会把房子分我一半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就是最近看新闻，好多夫妻离婚时为了房产闹得头破血流。我觉得，如果真到那一步，好聚好散最重要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他似乎松了口气，转身睡了。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，直到晨光熹微。我和大刘周律师开了3方视频会议。苏安女士已经准备好了所有材料，包括陈案挪用公款的证据。
赌债借条以及他违反分居协议的铁证，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提起诉讼。我这边也准备好了离婚诉讼材料，根据现有证据，我们可以主张对方存在重大过错，要求其净身出户并赔偿精神损失。再等等，他们不是想要钱吗？我给。我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大刘和周律师听完沉默良久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风险不小。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。我主动向小雨提起抵押贷款的事，我想过了，机会确实难得。我已经联系了银行，可以做2次抵押，最多能贷出120万。小雨的眼睛瞬间亮了。真的？那100万入股，20万给我弟买房，刚好。不过银行要求资金用途明确，入股的钱必须直接打到公司账户，不能经个人手。你让你那个陈总监准备一份正规的投资合同吧。小雨连连点头，当天就加班到深夜。我知道他是去和陈安商量对策了。小雨给了我一份投资合同，我扫了一眼漏洞百出，公司注册资金仅50万，却接受100万的投资，分红条款模糊，违约责任只约束投资方。这合同得让律师看看。我有个朋友是专门做投资法的，明天我带给他。哎呀，陈总监还能骗我们吗？他岳父家那么大的产业。亲兄弟明算账，这是规矩。我把合同拍照发给大刘，他回复了8个字：诈骗合同，证据确凿。1周后，小雨兴冲冲地告诉我，陈安约了公司大股东和我们见面，地点定在本市最高档的私人会所。这次见面很重要，你一定要穿正式点，好好表现。放心，我知道轻重。我看着他精心挑选衣服、化妆的模样，忽然想起1年前我们领证的那天，他也曾这样认真打扮，挽着我的手说：“老公，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。”原来一辈子这么短。会所的包厢奢华的刺眼，陈安果然在场，还有2个自称公司股东的中年男人。后来老郑告诉我，那是陈安从劳务市场雇来的临时演员，1天500。张先生是吧？小雨经常提起你，说你年轻有为啊。他伸出手，我微笑着握住，他的手心潮湿，眼神飘忽。陈总监客气了，我听小雨说您对他照顾有加。饭桌上，陈安大谈公司前景，说马上要接一个政府大项目，投资回报率至少300%。那2个股东也不是附和，演技拙劣的令人发笑。我全程配合，适时提问，表现出浓厚的投资意愿。小雨坐在陈安旁边，2人不时交换眼神，那种默契刺痛了我的眼睛。饭局结束时，陈安拍着我的肩膀：“张老弟，100万下周一到账，下个月你就能看到第一笔分红。”好，我尽快走流程。离开会所时，小雨挽着我的手，整个人都洋溢着志得意满的气息。老公，等这笔投资赚了钱，我们就换套大房子，要带落地窗的那种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车载音乐里那首他最爱听的老歌又响起来，他跟着哼唱，全然不知这是他在这辆车里的最后一次欢笑。周一上午，我和小雨一同来到银行办理抵押贷款。信贷经理是我大学同学王磊，事先我也与他沟通好一切。张哥，嫂子，材料都齐了，房子评估价420万，2次抵押最多可贷126万，这是合同。小雨接过合同仔细翻阅，他当然看不懂那些复杂的金融条款，但看到126万元整的字样时，嘴角还是控制不住的上扬。老公，签字吧。我在所有文件上签下名字，轮到小雨时，他毫不犹豫地签了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，像极了审判开始的倒计时。手续办妥，王磊告诉我们，资金将在3个工作日内到账。走出银行时，小雨紧紧挽着我的胳膊，声音里是压抑不住的雀跃。老公，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是啊，就要来了。那一晚，小雨主动下厨做了4菜1汤，这是结婚以来的第3次。饭桌上，他不断给我夹菜，言语间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等投资分红下来，我们先换辆宝马，就买你上次看中的那款，然后去欧洲旅行。你不是一直想去瑞士吗？我低头吃饭，含糊应着。饭后，他破天荒地去洗了碗，然后早早洗漱上床，甚至主动贴过来想要亲密。我以今天累了为由推脱，他虽有不悦，却也没多说什么。我知道他的温柔和热情都是那126万换来的。资金到账当天，陈安约我们去他公司签正式投资协议。那家公司位于高新区一栋写字楼的12层，装修豪华，员工却寥寥无几。张老弟，欢迎欢迎。这位是我们财务总监刘总。所谓的刘总，正是那日在会所见过的临时演员之一。他递过来一份厚厚的合同，我粗略翻看，条款比之前那份更像样了些，但核心陷阱依旧在，投资款一旦打入，除非公司破产清算，否则不得撤资。陈总，这笔钱毕竟是我们夫妻的全部积蓄，你看能不能加一条？若1年内分红未达到约定比例的50%，我方有权要求撤资。陈安脸色微变，但很快恢复笑容。
张老弟多虑了，我们马上要签的那个政府项目，利润率超400%，分红绝对远超预期。就是啊，老公，陈总还能骗我们吗？我看向小雨，她正用近乎哀求的眼神望着我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她很可怜，她以为自己攀上了高枝，实则正一步步走向悬崖。好，我签。我在合同上签下名字，随后通过手机银行将100万转入了合同指定的账户。转账成功的提示音响起时，陈安脸上的笑容真切了许多。合作愉快，下个月这个时候你们就能收到第一笔分红了。车里小雨一直哼着歌，等红灯时，他忽然说：“老公，剩下的26万，先给我弟吧，他女朋友家催得急。”可以，不过要写借条，亲兄弟明算账。写什么借条啊？那是我亲弟弟。正因为是亲弟弟，才更要按规矩来，不然以后说不清。他撇撇嘴，没再反驳。我知道，在他心里，这笔钱早已是囊中之物。我带着所有新材料找到大刘。转账记录、投资合同、对话录音，这些证据链已经非常完整，现在可以正式启动离婚诉讼了。再等等，我要的不仅是离婚，是让他们身败名裂。大刘推过来一份文件，那我建议你启动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。陈安用虚假项目诱骗投资，涉嫌合同诈骗，金额100万，已够立案标准。一旦警方介入，你妻子的投资行为就会变成伙同他人诈骗自己丈夫。我看着那份文件，指尖微微发颤。这一步踏出，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好，但要等我安排好最后一件事。我主动提出请小雨全家吃饭，选了一家高档海鲜酒楼。席间，我拿出一个鼓鼓的红包推给小兵，26万，你点点。借条我带来了，签一下吧。小兵接过红包，眼睛发亮，却在看到借条时皱起眉。姐夫还真写借条啊？小张让你写你就写，都是一家人，还能赖账不成？小兵不情不愿地签了字。小雨母亲笑得合不拢嘴，不断给我夹菜。小张啊，阿姨早就看出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，小雨嫁给你真是福气。我笑着应和，目光扫过小雨，她正低头玩手机，手指飞快打字。不用猜也知道是在和陈安分享喜讯。凌晨2点，我收到老郑发来的最新消息，陈安在澳门赌场又输了80万，高利贷已经找上门，他正急于将那笔100万的投资款变现。同时，周律师那边也传来进展，苏婉家族已正式向陈安发出律师函，要求其1周内归还挪用公款共计215万元，否则将提起刑事诉讼。时机到了，1周后，小雨公司举办10周年庆典，包下了市中心5星级酒店的宴会厅。小雨提前1周就兴奋地准备礼服，还特意让我陪她去买了新鞋和首饰。今晚公司高层和重要客户都会到场，陈总监说要在会上正式宣布我升职副主管的消息。庆典当晚，小雨穿着银色露背长裙，妆容精致，挽着我的手步入会场。她不断和同事打招呼，接受着或真或假的恭维，俨然已是准副主管的姿态。陈安作为创意总监上台致辞，他西装革履，侃侃而谈，感谢团队，展望未来。台下掌声雷动，没人知道这个男人背后有多少龌龊。致辞结束，主持人忽然说：“接下来，有请陈总监的特别助理小雨女士上台。陈总监特意准备了一份惊喜。”小雨惊喜地捂住嘴，看了我一眼，在我鼓励的眼神中款款上台。陈安从礼仪小姐手中接过一束鲜花递给她，然后对着话筒说：“小雨加入公司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能力出众，贡献卓越。经公司管理层决定，即日起晋升为设计部副主管。”掌声再次响起。小雨眼眶泛红，接过鲜花，正要说话，宴会厅的大门忽然被推开，6名穿着制服的警察走进来，径直走向舞台。会场瞬间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去。谁是陈安？陈安脸上的笑容僵住。我是，请问有什么事？你涉嫌职务侵占、合同诈骗，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。2名警察上前，一左一右站在陈安身边，台下哗然，议论声四起。小雨呆立在台上，手里的花束啪地掉在地上。他茫然地看着陈安被戴上手铐，又茫然地看向我。我缓缓站起身，从口袋掏出一个 U 盘，走向舞台。我从呆滞的主持人手中拿过话筒，试了试音。各位，抱歉打扰大家的雅兴，但我有些话必须在这里说清楚。我走到控制台，将 U 盘插入电脑。大屏幕上，陈安和小雨在度假别墅的照片，豪车内的亲密视频，暧昧的微信聊天记录，一张张、一段段毫无保留地播放出来。会场彻底炸了，惊呼声、骂声、拍照声混成一片。关掉！关掉！那不是真的！他尖叫着扑向控制台，却被工作人员拦住。屏幕上正播放着他发给陈安的语音。
就跟他摊牌。我关掉视频，看向台下目瞪口呆的宾客，介绍一下，这位小雨女士是我的妻子，而这位陈安总监是她的情人。过去半年，他们一边花着我的钱，一边计划着如何让我人财两空。我走到小雨面前，她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。你以为你攀上了高枝？陈安挪用公款215万，澳门欠赌债300万，他岳父家正在起诉他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会在监狱里待上10年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我从包里抽出文件副本，一张张举起来。这是他的银行流水，这是赌场欠条，这是法院传票，需要我念给大家听吗？小雨腿一软，瘫坐在舞台上，她精心打理的头发散了，妆容花了，银色长裙沾满了灰尘，狼狈得像条丧家之犬。我没再看她一眼，转身走下舞台，走出宴会厅，身后传来她父母的哭喊，她弟弟的叫骂，以及满堂宾客的议论和嘲笑。夜风很凉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坐进车里，手机开始疯狂震动。小雨的来电，她父母的来电，她弟弟的来电，我一概没接。几分钟后，我收到大刘的微信：警方已立案，陈案被正式刑拘，离婚诉讼材料明早递交法院。我回复：收到。发动车子驶入夜色，后视镜里酒店灯火通明，那场闹剧还在继续，但于我而言，一切已经结束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作为案件相关人被传唤到派出所配合调查。负责案子的李警官是个眼神锐利的中年人。张先生，你提供的证据非常关键。陈案对其挪用公款、伪造项目合同、骗取你100万元投资的事实供认不讳。他还交代，你妻子小雨对诈骗计划知情，并多次催促他加快实施。他不只是知情，是主谋之一。他利用我对他的信任，套取家庭财产信息，并在我面前极力渲染那个虚假项目的可靠性。我将准备好的材料递过去，小雨催促陈案尽快搞定我的聊天记录，他谎称加班视为优惠的行车记录仪片段，以及他家人试图索取26万元的录音。李警官仔细翻看，眉头紧锁。这案子性质很恶劣，不仅是经济犯罪，还涉及婚姻欺诈，我们会依法处理。另外，关于你那100万，由于是打入陈案控制的公司账户，并一部分被他转移偿债，追回需要时间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明白，钱可以慢慢追，但我要求法律给他们应有的惩罚。我刚到家门口，就看见小雨的父母和弟弟堵在那里，三人眼睛通红，神情激动。张浩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害小雨？她是你老婆。姐夫，不，张浩，你赶紧去跟警察说，那都是误会，让我姐出来。那26万我们不要了，还不行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害他的是他自己。那26万，借条在手，白纸黑字，你们必须还。至于小雨，他涉嫌合伙诈骗，现在被刑事拘留，等着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。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？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你怎么这么狠毒？当他躺在别人怀里算计我的房子和存款时，可曾念过一丝恩情？当你们合起伙来想吸干我最后一滴血时，可曾想过今天？我掏出手机，按下播放键，里面传出上次吃饭时小雨母亲的话：小雨嫁给你真是福气，以及小兵拿到钱时得意的笑声。三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我不再理会他们，径直开门进屋反锁。门外传来哭嚎和捶门声，持续了10几分钟才渐渐远去。大刘将离婚起诉状递给我，诉讼请求写得清晰有力，因女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同居，并涉嫌刑事犯罪，存在重大过错，要求判决离婚，女方净身出户，女方赔偿男方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，女方及其家人返还借款26万元及利息。证据充分，事实清楚，加上他目前被刑拘，这个案子判离和我们的诉求被支持的概率超过90%。开庭时间定在下个月15号。他家人那边那26万，民间借贷，证据确凿。如果他们不还，我们可以同时申请强制执行。放心吧，他们现在焦头烂额，小雨可能面临刑罚。陈案那边自身难保，没人会再管他们。公司庆典上的那一幕被无数参会者用手机拍下，迅速在本地的社交媒体和朋友圈传播。美女助理与总监合谋诈骗亲夫，年度最狠复仇现场等话题不断发酵。虽然我本人的影像被好心人打了码，但小雨和陈安的面孔清晰可辨。小雨之前用来晒恩爱、晒精致生活的社交账号被网友攻陷。最新一条炫耀周年庆礼服的动态下，充满了数万条讽刺和谴责的评论。有人扒出了他以前暗示自己嫁得不好的言论，与他实际享受的生活对比，更坐实了其虚伪面目。陈案所在的动漫公司也迅速发布声明，称已与其解除劳动关系，其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，并配合警方调查。
苏婉家族的企业更是高调宣布将追究陈案的法律责任到底。我通过律师申请见到了被羁押的小雨，她穿着号服，面容憔悴，眼神躲闪，早已没了当初的光彩。张浩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是来告诉你，离婚诉讼已经提交了，你净身出户，另外需要赔偿我精神损失，还有你家人借的26万，必须连本带利还清。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我都这样了，我可能还要坐牢。坐牢是你罪有应得，当你选择背叛和欺骗的时候，就该想到可能会有今天。他突然激动起来，双手抓住隔栏。都是他，是他逼我的，如果不听他的，我就会失去一切，我也是被迫的。聊天记录里，你叫他达令，和他计划怎么骗我的钱。憧憬他离婚后你们双宿双飞的时候，可没看出半点被逼无奈。我站起身准备离开。等等，张浩，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，你撤诉好不好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出来以后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，求求你了。他的眼泪滚落下来，但在我看来，这泪水与他曾经为了达到目的而假装出的委屈并无不同。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情分了，你好自为之。离婚案开庭，小雨因涉案在押，通过视频连线参与庭审，他的家人坐在旁听席，神情灰败。法庭上，我的代理律师大刘条理清晰地出示了所有证据：出轨实证、诈骗证据、转移财产企图。小雨的律师辩护苍白无力，只能反复强调女方年轻无知，受人引诱。法官当庭询问小雨是否同意离婚，视频那头他沉默良久，最终哽咽着说出同意。法庭辩论结束后，法官休庭合议。半小时后，审判长当庭宣判：本院认为，被告小雨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存在不正当关系，并伙同他人企图骗取原告巨额财产，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，违背了夫妻间的忠诚义务，存在重大过错。判决如下：一、准予原告张浩与被告小雨离婚；二、夫妻共同财产现于被告个人物品归被告所有，其余财产包括涉案房产、车辆、存款等均归原告所有。三、被告小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张浩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0万元。四、被告小雨及其家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归还原告张浩借款26万元及相应利息。法槌落下，小雨在视频里失声痛哭，他的母亲在旁听席上晕了过去。我平静地收拾好文件，与大刘握手致谢。陈案的案件涉及职务侵占、合同诈骗、赌博等多种罪名，庭审公开进行。苏婉家族聘请了顶尖的律师团队，出示的证据如山。最终，陈案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，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。他被法警带离法庭时，面如死灰，与昔日台上侃侃而谈的总监判若两人。小雨作为从犯，鉴于其认罪态度及涉案情节相对较轻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4年。但他同时需要承担对陈案诈骗案的民事连带赔偿责任，这意味着即使他不用立刻坐牢，也将背上沉重的债务，并留下伴随一生的案底。我卖掉了那套充满痛苦回忆的房子，在一个安静的新小区买了套小户型的2手房，简单装修，明亮整洁。王磊帮我追回了被陈案转移的部分资金，大约40万。虽然损失了大半，但我拿回了房子全部产权，加上小雨家人的26万借款，在法院强制执行下陆续到账，生活重新有了根基。我将父母接来小住了一段时间，母亲偷偷抹泪，父亲拍拍我的肩说：“儿子，向前看。”一个冬日的傍晚，我去超市采购，在街角看到了小雨，她穿着廉价的羽绒服，脸色灰暗，正在向路人发放健身房的传单。寒风中，她不时跺脚哈气，她也看见了我，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，迅速低下头，转身想走。等等，我走过去，她不敢看我。钱，我会慢慢还的。法院扣划了我的工资，我打零工也在攒。我不是来催债的，听说你妈病了。她猛地抬头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又涌上泪光。我爸和小兵都不管，医药费很贵。我从钱包里拿出2000块钱现金递给他，这不是怜悯，更像是一种彻底的告别仪式。拿去应应急，从此以后我们两清了，不要再联系，也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他没有接钱，只是看着我，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。我终于在他眼里看到了真实的悔恨，但太迟了。我把钱放在旁边的报刊亭台子上，转身离开，走了很远，回头望去，他还站在原地，像个被遗弃在风雪里的破旧玩偶。
我跳槽到一家更大的公司，凭借扎实的技术和冷静的头脑，很快在新的领域站稳脚跟。偶尔有同事好奇我的过去，我只淡淡一笑，说都过去了。我养了一只猫，闲暇时看书、健身、研究美食，生活平静如水，却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踏实。某天，从老同学那里听说，小雨的父亲因为中风偏瘫，弟弟小兵欠了网贷跑路，小雨一个人打着几份工，偿还着似乎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和赡养父母，日子过得极为艰难。而陈岸在狱中过得并不好，据说因为之前的嚣张得罪了人，常被照顾。我约了阿杰和大刘喝咖啡，感谢他们在我最艰难时的帮助。聊起近况，大家都已云淡风轻。有时候想想，你当时是真狠，也是真冷静。不是狠，是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对恶的纵容，就是对善的残忍。我只不过收回了本该属于我的生活。窗外阳光明媚，人来人往，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人生，有人走向光明，有人沉沦黑暗。而我的故事始于一场背叛，终于一场审判。最终审判的不仅仅是他们，也是那个曾经盲目相信、软弱可欺的自己。如今审判结束，刑期已满，我走出了自己内心的囚牢，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。